昨天晚上我们征婚群里炸了锅了呀！有一个女士在征婚群里发聊天记录，吐槽自己让一个男士给骗了。哎呀，我那第一瞬间是觉得是被骗钱了还是骗人了呀？作为群主再赶紧问问发生什么事情，我就联系那个姑娘。后来算是问明白了。这大上个周有一个男士32岁条件不错，自己开了一个小厂子，一年在30-50万。这姑娘呢是31岁做会计的。哎呀，姑娘一看这条件挺好觉得特别喜欢，就表现出来很积极。两个人在上周是第一次见面，互相印象都不错，进展也比较快，这聊天话题都会比较暧昧一些。很快这上周末又见了第二面。这2天不是圣诞节和平安夜嘛，这姑娘一闺蜜就收到了一个大手镯子，就在朋友圈里晒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她那个大手镯子呢。这姑娘就截图给这男士说了句我也想要一个。男士看到这个截图哎呀，估计是愣了半天隔了半个小时才回复，说现在有点贵你元旦再买。这姑娘一听就不愿意了，你这是装聋作哑呀，我这啥意思你看不出来吗？直接就打直球跟他说我想要你给我买个金镯子。男士这会儿一听也不藏着掖着了，直说你看咱俩才见了不到3次面，你跟我要金镯子不太合理吧？这姑娘就说我只是需要有一个安全感，觉得你是爱我的，愿意对我好。男士人家不愿意我们刚认识呢多久你就让我给你买这么贵的礼物，我觉得你很拜金算了，我们俩不合适。这姑娘一听回了，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条件不错的，真能让他跑了吗？赶紧委屈的表示我不缺钱，我完全有能力自己买，我就是想看一下你对我的态度，我也没想过要，我只是考验你一下罢了。行了，这男士顿时悟了，立即答应这姑娘，晚上我就带你去买金镯子去。这姑娘一听非常开心直夸男士人很好，对待感情很认真。昨晚上下班俩人就去金店了。这姑娘就选了大半天选了一款32克左右的，合计下来有2万左右。男士就去收银打包结账，很痛快不墨迹，一会儿就付完了。哎呀，这付完之后，男士把这小票给这姑娘看，你看我买完了吧？你能看出我的态度了吧？姑娘很是开心要接过金手镯。男士把手一抽你不是试探我能不能给你买吗？我买完了，这表明我的态度了，但这镯子不能给你，我得送给我妈。这姑娘一听就气炸了，就把这些过程还有聊天记录就发到征婚群里去了。男士也在群里就看这群里他俩人还有一帮人在群里是你一句我一句的吵直到把这个姑娘给踢出群才安静。哎呀，这个事情前2天也遇到一个，就是还没见面这个女方先要金镯子，表示你得先给我个态度，如果2人能成这镯子收下，不能成我再退给你。我就纳了闷了，这是年底要收网进年货了吗？在座的各位记住找婚姻候选人，2人之间一定是平等的合作关系，他要考验你，凭什么？上级对下级才有考验一说的，在平等的关系里面，如果说考验，那就是互相对等的，他要考验你，也要考验他呀。在中国，只有党和人民才可以考验你。当他拿态度说事，拿通过让你给他送贵重礼物作为来衡量你是否对他好，体现你的价值，这样女人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那当然，如果你能够愿意接受那咱就另当别论。当你去满足他的这项需求之后，你等吧，后面还有其他各种杂七杂八的需求嘞。别高看自己，你是养不起他的。一个女人值不值得娶回家最基本的准则就是看她会不会把你的钱当钱，能不能愿意给你花她的钱。如果是那种把你的钱不当钱，自己平常都舍不得买的东西要你给买，这种女人碰都不要碰。现在就可以止损了，养不熟的白眼狼。哎呀，麻烦现在的闺蜜你都对得起闺蜜这个称号吧？你们不是劝离婚就是劝分手，你真的是人家好朋友吗？有一个姑娘给我打电话说闺蜜闪婚她劝人家冷静，结果呢人家把她给拉黑了。她今年35岁未婚，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好闺蜜，38岁了也未婚，是一名会计。这5一出去旅游认识了一位30岁的男士，就小了8岁嘛，工程师2人认识了3天确认关系，谈了1个周就开始同居嘛。这个月呢，人闺蜜就跟她说2人领证了。听得她是一愣一愣觉得不可思议。她就劝着闺蜜一定要冷静的想清楚，这闪婚的结果她就是闪离。人闺蜜说自己已经领证了不可能离婚的，说这个闪婚呢她也不一定会不幸福呀。她就脑子缺根弦，给人举例子，谁闪婚不久就离婚了。听得这闺蜜也挺上火的，回去就给她拉黑了，说2人以后不再是朋友，不再联系，把这姑娘给气的好心没好报不听劝早晚黄。听完哎呦我去有句话叫防火防盗防闺蜜这话没毛病。那结了婚的老爷们有关注我的，你们想想自己周边有没有这类闺蜜的经验我就不多讲了。这种闺蜜真的是有毒打着为你好的名义，处处看你热闹。人家都38岁了，这个年纪能遇到个头婚还小了8岁的，你管人是不是真爱？反正人家就是比你命好。
人都领证了，你还去说人家坏话，给人拆台，你咋就那么膈应人呢？咋的？就得找个差不多年龄的啊，离婚拖家带口的，你就觉得舒服了呗？还是拖到40岁没嫁出去，你作为闺蜜你就开心了是吧？他跟我解释说呀，闪婚太快了，没了解一个人就结婚啊，这婚姻肯定不靠谱。哎呀，可拉倒吧啊！婚姻靠不靠谱，它不是时间问题，那是人的问题。有多少3天也领证的，过的人家也很幸福呀。有多少3年领证的，照样有很多过得一地鸡毛的。有些闺蜜你们要听清楚啊，这人教人呢教不会，事儿教人呢一遍就会。他过得幸不幸福，自然有这件事情来给他结果教他，你就少管了。人家就算撞了南墙不回头，也跟你没有关系。他说我不放心，哎呀，毕竟是我的好朋友啊，我不希望这个闺蜜跳火坑。我听着就觉得忒假了吧？你啥心思你自己琢磨。好的闺蜜啊，也没你这样的。你替人家想想，以她这个条件，在相亲市场上都没有多少头婚能够要的了。拜托呀，38岁了，说点现实的，同龄离婚的男人，但凡条件好一点的，都想找个30岁的。你闺蜜是不会变老，还是家大业大能躺平3代的？就这年纪能遇到个小8岁的小伙子，哎，个子高，长得还帅啊，不嫌弃他年龄大，还愿意跟他领证的，你问问多少男人敢这么做的？人小伙子相亲市场是缺人吗？那张爱玲说过那啥啊？我忘了，反正人这就是爱情，显得你搁这中间当好人了啊。人俩人都领证了啊，搁这喜事跟你说呢，你怎么就那么丧么人啊？闪婚还得离的。这姑娘听了就开始说啊，这男人这不好那不好啊，又是长得丑，又是家里条件差的啊。哎呀，听得我都很烦。就算他过得不好，那狗血剧情啊，那被出轨了，被嫌弃了等等，那是他自己的决定。你担心呢，我理解是出于情分，但是你别逾越你们的关系。他是38岁，不是18岁，也不是88岁了，他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他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结果，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不是没有权衡利弊过的。你怎么就敢说人家遇到这个就不会幸福啊？婚姻啊是2个人之间的事情，过得好的话，别人可能会知道为什么，但过得不好，旁观者也未必清楚的。所以呀，奉劝那些老婆嘴啊，安分守己一点，多管管自己，别到时候手伸的那么长。更何况你闺蜜是满心欢喜的跟你分享结婚喜悦的，希望得到祝福的，这个时候聪明点，送上自己的祝福，她需要的是你的鼓励和陪伴，不是你掺和一脚啊，弄得你自己也里外不是人的。哎呀，我就烦这种人，烦死了！阿丽娘啊，真的我太难了，以后35岁以上的姑娘啊，别来找我，本人这儿渺小，装不了那么多的大佛，也原谅我啊，能力有限，没办法帮你们实现你们的愿望，你们再来上香，我真的给你们扔出去。有个女孩子34岁，个子在160左右啊，偏瘦，本科文凭，是一名高中语文老师。我是给她香了整整5年了，5年，至今还都是单身，也谈了不少男朋友，但是没有一个满意的。不是嫌男方文凭低，就是嫌人家这个家庭条件不好，要么嫌长得不帅，总之是挑肥拣瘦的。她自己焦虑的不行了，怕找不到好的，又怕生不出孩子，反正啊，生活圈里面已经没人给她介绍了，都知道她很挑。她工作好就不甘心找工作不好的，她未婚啊就不甘心找离异的。反正啊，我们这边啊婚恋圈都知道她，各类男士都让她香了个遍啊。她就要求本科以上文凭，研究生最好，体制内公务员，男方要求年薪15万以上，颜值高，哎呀，三观一致有眼缘，最主要还得让她心动啊！你不得逼死我吗？哎呀，我得往 ICU 走啊！我听完啊，你说急不急死个人？我给你真要能找到，那不亚于我去买彩票中500万啊，那不太难了吗？我拒绝了很多次啊，耐不住他就是软磨硬泡。我让他从这些条件里面筛选1、2个条件啊，他就不同意，说哪一个都不想放弃。我就很生气啊，你不放弃，你这辈子你就嫁不出去了。哎呀，他说不信，哎，因为自己条件好嘛，他说一定能找到令他心动的公务员。哎呀，我这一听，那怎么才能算心动啊？他说帅，情商高。还没说完啊，真的，我拉着王八我就得跑啊，没治了。人家帅的公务员，那想嫁的女孩子那得从北京东直门的排到西直门去了，还能轮得着你吗？他愣是给我来了句啊，我圆脸显年轻，化妆了我也不差呀。哎呀，我的天哪，你就算是个法拉利，他开了15年了，发动机得生个锈，搞不好再漏个油，你停个电你咋办呢？你能跟新车相比吗？你们是不知道啊，他妈都找我了好几回了，一见面就哭呀，说这闺女从小到大都没让他上过火呀，就找对象还操碎了心。家里还有个亲戚，他表姐38岁了也未婚，他俩就爱搁一块玩。哎呀，找对象那是要找那一见钟情的，气的啊，他那个亲戚啊也头疼，整天整宿的睡不着觉啊。如果再过几年，你即便结婚了，那恐怕他连孩子都生不了了呀。我反正跟这姑娘都很熟了，我就很明确的告诉她，你这条件啊，要么想找好的就得去二婚市场，他不甘心，凭什么我未婚我就要找离异的？要么你就降低要求啊，找大龄剩男，他又觉得这男人年龄这么大，剩下多少都有原因的。
你知道，听到话你都能气得够呛。你自己不还都是大龄未婚吗？他说那我不是了解我自己吗？我又不了解别人为什么剩下的。哎呀，那一刻真的气得你血压直拱头啊！哎，头昏。我又躺在椅子上躺了一会儿啊，我就劝他，哎呀，你快别挑了，再挑停水停电你都更没得挑了。他嘴上嘟嘟囔囔说我自己不是挑呀，那这一辈子我不能找个我不喜欢的。说着妥协，心里那是800个大心眼子，1000个不愿意。另外他还有一个87年的，今年有36、7岁了啊，也还是未婚，一个闺蜜，她要给我介绍过来。我一听，哎呀，那可不行啊，她要来了也让我给她找心动的，我直接主动上 ICU 报道去。真的，我现在一听大龄加未婚啊，我都条件性反射。以后35岁以上的大龄未婚啊，还挑挑拣拣的姑奶奶们啊，千万别来找我了，散会。不得不呢，话非说的不好听，但事儿做的不能不漂亮。